公安部门一把手为什么都要高配？原来这两大原因才是关键。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公安部门。如果要问在公安系统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安部部长、省公安厅厅长以及市公安局局长都是什么级别？那么从正式的职务层级上来说，应该分别为正部级、正厅级以及正处级。就拿公安部来说，国务院下属的各部委、总局都是正部级单位，其一把手的部长理应就是正部级干部。但实际上历来公安部部长都是高配副国级干部，也就是说部门是部门，部长是部长，二者是不完全关联的。公安部部长一般都先是副国级的国务委员，然后才是公安部部长。相应的，地方各级公安部门的一把手也都是在任职公安职务的同时，多半兼任其当地党政机关中的副职岗位。一般来说，省公安厅厅长同时也是该省的副省长和省委常委，但这也并不一定是绝对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定，同时也有一个任职级别提升的过程。比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所虚构的角色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就一直因为省领导班子换届调整等诸多因素而没能及时提为副省级。当然，至于其因为违法犯罪等问题最终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那则是另外一回事。而这尽管只是一个影视剧角色，却也反映出现实当中省公安厅厅长确实可能有不会成为高配副省级的情况。但一般正常情况下都会进行相应的高配相应的各个地市公安局局长，也不单单只是一个正处级干部，而是会兼任市委常委或副市长职务，从而达到在其职务级别上的高配。而之所以公安系统各级部门的一把手都普遍存在高配半级的现象，一大主要原因就是公安部门的任务特殊性决定的。公安部门的任务究竟有多特殊？为何能决定其部门一把手必然高配？究竟有何特殊作用？无论是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还是省公安局或者市公安局，都是其所在级别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像公安部，理论上是与民政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交通运输部等部委一样，各自负责其管辖范围内的民生、财政以及教育和交通等问题。相应的，省市各级公安部门也是遵循类似的道理。所以总的来说，各级公安部门就是主要负责其管辖区域范围内的社会公共治安等问题。但是这样一个笼统概念之下，涵盖的具体内容太过庞杂，公安部门的职能非常广泛，涉及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包括治安管理、刑事侦查、交通管理、户政国籍、边防出入境等等，并且与各行各业都有存在交叉，关联密切。甚至在之前武警体制未改革前，还双重领导并指挥对应级别的武警内卫、消防等部队。更重要的是，其不仅只是一个普通的治安行政机关，更是国家重要的刑事执法机关，是刑事司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其是具备武装性质的组织，尽管与军队的实力不能相提并论，但确实是各级政府对内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往大了说，公安机关更是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保障工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甚至周总理都曾说，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可见其在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中的重要性，因而也决定了公安机关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必然是非常强势的职能机构，所以也必然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来统筹和管理，以确保其职能的有效执行。但各级公安机关并不是因为级别更高更强势而让其一把手能够高配，相反是因为其在公检法系统中的级别吃亏，才不得不高配半级。公安部门为何会在公检法系统中级别吃亏，这与高配公安部门一把手究竟有何联系？从宪法和法律的框架来看，在我国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应该是三个独立并行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相应的行政、审判以及检察权。因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是不直接归国务院管辖的，相应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也不直接归省政府管辖。这是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相应行政机关干涉的重要表现。但在实际工作中，法院和检察院的一把手毕竟还是要比党政部门一把手低半级，同时还要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比如省高院院长和省检察院院长都是副省级干部，相应的最高院和最高检的一把手也都是更高的副国级。
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公安部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的正部级单位，公安厅是在省政府之下的正厅级单位。如果都按职务级别确定部长、厅长的相应行政级别的话，就相应比同一级法院、检察院的一把手低半级。而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工作中，又需要公检法3家密切配合。公安机关是直接代表政府部门与检察院、法院进行工作对接的单位，如果其领导无法与后两者实现层级平衡，就会很难对等沟通协调工作。同样是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开局第1集汉东省检察院要配合最高检反贪总局抓捕当地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时，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就谨慎地要向省委报告请示，但是对于在场还不是副省级的公安厅级厅长的意见根本不予以反馈，并且其后的剧情也交代了其本不应该出现在检察院向省委汇报工作的会议中，当然这是基于剧情需要的设定。而如果现实当中也是这样，那么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之间的工作配合就可能会出现协调问题。因而给公安部门一把手进行高配，还有一大原因就是为了让其能够与司法部门形成对等，能够更好的协调工作，也能形成相互制约和监督。